说起度假啊，除了去阿那亚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这一次咱们就得来点不一样的，刺激的、有趣的。准备好了的小伙伴，跟我出发！热河山谷，北京周边最美的度假屋，价格仅售70万起，前3年包租5%收益。漂流、越野、徒步、温泉，你最爱的度假方式，这里全都有。看到这个院子的外观呀，就让我想到了火爆全网的绝美游戏纪念碑谷，我可是花了1个星期时间才通关呢。不过比起玩游戏，这个院子来得更真，不信你跟我去看看。方方正正的院子，高高低低的错落，将50平米与75平米的住宅单元依魔术演变出4种建筑模块，就像一个大的积木被顽皮的小孩放在了山谷里。又因为北方的四季泾渭分明，纯色的建筑群在热河山谷变换的四季中就跳脱于眼前，创造出丰富有趣的空间层次。进到屋里是简约森系的设计，木质的自然纹理，毛石的起伏颗粒，棉质的天然透气，打造这种清新通透的质感。装修材料都源自于就地取材的毛石、木头，掺着稻草干的手工土壤等原始的材料，褪去了都市的欲望。城市里烦躁的心情，进到这儿就被镇住了。这里啊可是没有空调的。这时候呢，北京城里应该有30多度的温度，但是这儿呢，我们看看啊，就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7度左右，但是啊，时间可是中午的1点哦，是最热的时候。冬天呢，这里是有地暖，夏天的平均温度是23度左右。你现在知道这里为什么是明清皇帝的夏宫了吧？你见过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但是见过共享小院吗？而且是免费的哦。围绕这方院子有几栋相似的独立建筑环布，留给公众的共享庭院，像极了雅典城邦的古堡。孩子们在这自然教室里奔跑，大人们在篝火旁碰撞思想。建筑可以打破城市人际间的冷漠，生态创造宁静和谐的氛围，人与自然的结合便是这个共享庭院的主题。跟着我一起去上楼看看，去上楼看看。这里啊是真正的温泉入户。不仅如此，看窗外。看惯了豪宅的小伙伴，你更愿意在落地窗前的浴缸中看都市繁华，还是泡着温泉看油画般的风景？如果2选1，你选哪一个？这里还有著名设计师青山周平设计的森之谷温泉馆。其实它温泉已经不只是一个个体自我放松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有一个人的这种沟通与交流的一个作用。但是又回归到了最原始和自然的这种状态下去进行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这种从北京到这边也是3个多小时嘛，对。然后已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点放松了，不像那种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的那种节奏，然后再加上温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出现的一种交流、社交的状态是跟城市里面出现的完全不一样的。对，在山沟沟里度假，对酒店的要求是什么？没有蚊子，大落地窗，通透的采光。挨着景点，出入啊安全又便捷，像这些要求呢，市里的5星级酒店都很难做到。看看这里行不行？挨着景点，安全又便捷的进出，没有蚊子。之前阳光姐姐拍节目啊，经常被蚊子咬，但是在这里呢，我到现在没有发现1只蚊子。为什么？我问了工作人员，他们说啊，这里最好的驱蚊方式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没有死水脏水，河水呢自然的涌动，那蚊子的天敌呀都被很好的圈养，这就是驱蚊的最好方式。这里没有了分地，没有爱马仕，设计按照原始的方式，坚持认为城市中大理石雕花的材料和装饰绝不能在这里出现，看得出设计师的执拗。但是这还不够专嘛，更执拗的呢是每个房间都必须自带风景，包括卫生间。为了适应独家慵懒放松的状态，舒适的北欧风格和这里冬日雪景完美融合，大量使用有肌理的木梁和柔和的涂漆，感觉这栋房子像是森林里长出来的。
出了庭院，这里又是温泉泡汤，好烫啊！大约在7000万年前呢，承德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地裂呀，导致地面上的水就涌入了地下，又因为气温升高呢，水又重新涌回了地上，形成了这种高矿物质的温泉水。是不是觉得自己也缺一套可以带家人朋友一起肆意享受的度假屋？感兴趣的话，就快来联系洋房姐姐吧。